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凌晨3点刷着朋友圈，看到别人发和闺蜜吃火锅啦，你盯着屏幕发呆，自以为心里有500个好友，却连个能发我好难受的人都没有。或者和朋友一起吃饭，他全程在刷抖音，你说我最近压力好大，他头都不抬回大家都一样，甚至是多年的闺蜜，因为你没帮他抢演唱会门票，就说你根本没把我当朋友，你委屈的掉眼泪，却不知道怎么解释。我去年就是这样，为了维持好人缘，每天强迫自己参加不想去的局，说不想说的话，结果把自己搞得特别累，反而更孤独了。直到我读了这本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，才突然明白，我根本没搞懂朋友的定义，也没学会和自己做朋友。为什么我要推荐这本书？它救了我的社交内耗。先跟你们介绍一下这本书，作者是李明博士，做了10年青少年心理辅导，见过几千个觉得自己没朋友的孩子。书里没有心灵鸡汤，全是能直接用在生活里的方法，比如怎么判断对方是不是真朋友，和朋友吵架后要不要主动求和，如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。我去年读这本书的时候，刚好和闺蜜闹了矛盾，她让我陪她去相亲，我因为加班没去，她就说你越来越自私了。我委屈的哭了一晚上，翻到书里的友谊3标准，突然清醒了。真正的朋友，从来不是必须满足你的所有要求，而是能接住你的脆弱。后来我主动找他聊天，说我那天加班到10点，真的没力气陪你去，但我帮你查了那个男生的星座，他是金牛座，喜欢吃火锅，你可以跟他聊这个。他愣了一下，说其实我也知道你累，就是想找你陪我壮壮胆。你看，很多友谊的裂缝都是因为没说真话，而很多友谊的修复只需要把情绪变成需求。别再错把饭搭子当朋友，真正的友谊是能接住你的脆弱。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身边的朋友是一起吃火锅的人，还是能陪你哭的人？李明博士在书里说，真正的友谊有3个核心标准，少一个都不是真朋友。情绪支持，你哭的时候，他不会说别矫情，而是递纸巾说我陪你。实际支持，你没钱交房租时，他不会问你怎么这么穷，而是直接转钱说先花着。信息支持，你迷茫时，他不会说随便你，而是帮你分析你适合做什么。书里有个叫小丽的姑娘，大学时为了不孤单，加了5个社团，每天跟不同的人吃饭唱歌。可每次她熬夜写论文崩溃时，翻遍通讯录，居然没有一个人能打电话。后来她读了这本书，试着做了一件事，主动找能聊深层话题的人。她室友喜欢读诗，小丽就问，你最近读的那首《月亮与6便士》，为什么说满地都是6便士？她却抬头看月亮，结果室友眼睛一亮，跟她聊了2个小时，从此聊到自己的童年。现在他们俩一起考了文学研究生，还合著了一本诗集。你看，真正的朋友从来不是凑人数凑来的，而是灵魂共振碰来的。我想问问你，你有没有过跟某人聊天，突然觉得他懂我的时刻？比如他说了一句话，你突然觉得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。有的话在评论区打1，让我看看有多少人遇见过灵魂朋友。你连自己都不喜欢，怎么让别人喜欢你？友谊的基石是接纳自己。接下来这个真相可能会戳痛你，你找不到真正的朋友，是因为你根本不喜欢自己。我以前就是这样，总觉得自己不够好。话少，羡慕那些能说会道的人。喜欢看老电影，觉得不合群。敏感，别人说一句你怎么这么在意，就会难过一整天。结果呢？我为了变受欢迎，强迫自己去参加不喜欢的聚会，说自己不认同的话。可就算这样，还是没人真正懂我。李明博士在书里说，自我接纳是友谊的地基。你连自己的不完美都不接纳，怎么让别人接纳你？他给了一个自我接纳练习，我亲测有用。每天写1件自己的优点。今天我帮同事带了早餐，我很贴心。今天我写的方案被领导表扬了，我很厉害。甚至今天我没跟妈妈吵架，我很温柔。书里有个叫小明的男孩，总觉得自己长得丑，不敢跟女生说话。后来他做了这个练习，3个月后居然收到了女生的表白。我觉得你很真诚，不像其他人那么装。我自己也做过这个练习，以前总觉得敏感是缺点，直到我写了一条，我因为敏感，能察觉到朋友不开心。上次闺蜜失恋，我没说别难过，而是买了她最爱的芋泥蛋糕，她抱着我哭了半小时。原来我的敏感不是缺点，是能读懂别人情绪的优点啊。现在我想问问你，你有没有一直嫌弃自己的小缺点？比如话少慢啦爱较真，把你的缺点打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看看这些缺点其实都是你的独特之处。为什么你说我没事？朋友真的以为你没事？有效沟通的3个救命技巧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以前总说我没事，
结果朋友真的以为你没事。李明博士在书里说，无效沟通的本质是你在隐藏真实的自己，你不说我需要什么，朋友怎么会知道？他给了3个有效沟通技巧，我用了之后，跟朋友的矛盾少了80%。比如朋友迟到了，别骂他你怎么又迟到，而是说我等了你20分钟，有点着急，这样他不会防御，反而会道歉。2. 把否定句变成肯定句，拒绝也可以很温柔，比如不想跟朋友去蹦迪，别再说我不想去，而是说我今天想在家看甄嬛传，下次我们去喝奶茶好不好？既表达了拒绝，又给了期待。3. 直接说我需要什么，别让他猜，朋友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。比如你难过时，别再说我没事，而是说我现在很想哭，你能陪我做会儿吗？你越直接，朋友越懂你。书里有个叫小芳的姑娘，以前总跟朋友闹矛盾，她生日时，朋友送了她一支死亡芭比粉口红，她笑着说好喜欢，结果朋友下次又送了同款，她终于爆发，你怎么总送我不喜欢的东西？朋友委屈的哭了，我以为你喜欢啊。后来小芳用了直接说需求的技巧，下次朋友问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，她直接说我想要一本人间失格，我最近在看太宰治。结果朋友不仅送了书，还写了张卡片，我查了，这本书是你最爱的作家写的事，和朋友吵架后要不要主动求和？冲突是有意的升级密码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跟朋友吵架后，是等着他先找你，还是主动求和？我以前总觉得主动求和就是输，结果跟闺蜜冷战了1个月，差点断了联系，直到我翻到书里的冲突解决3步法，才敢主动找他。1. 冷静1小时，先去楼下吃个冰淇淋，等情绪平复了再沟通。2. 说事实，不说指责，别骂他你怎么这么过分，而是说你把我跟你说的秘密告诉别人，我觉得很受伤。3. 一起找解决方案，别争谁对谁错，而是说以后我们约法3章，不把对方的秘密告诉别人，好不好？书里有个叫小刚的男孩，跟朋友因为小组作业吵架，冷战了1个月，后来他用这3个步骤，主动找朋友说，上次我因为作业没做完，对你发了脾气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是我自己太急了。朋友也说，我也有错，我不该说你什么都不会，我其实知道你熬了夜。结果他们不仅和好了，还一起把小组作业拿了优秀。李明博士说，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一次吵架就散，反而会因为吵架更懂彼此的雷区，就像牙齿和舌头都会打架，但他们从来不会分开，因为他们互相需要。读到这里，你应该明白，这本书的核心不是教你找朋友，而是教你先做自己的朋友。李明博士在书里写，很多人找朋友是为了填补自己的空虚，可如果连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，就算找到朋友，也会因为害怕失去而讨好对方。只有当你成为自己的好朋友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懂自己的需求，才能吸引到懂你的人。我现在每天都会做2件事。1. 早上起床对着镜子说，今天的我也很可爱。2. 遇到难事时，先问自己我需要什么，而不是别人会怎么看我。结果呢？我不仅找到了能陪我哭的朋友，还学会了享受孤独。以前我觉得孤独是可怜，现在我觉得孤独是和自己相处的时间。最后，我想对你说的话，如果你也想：1. 告别无效社交，找到灵魂朋友。2. 不再因为怕孤单而讨好别人。3. 学会和自己做朋友。一定要去读这本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，它不是心灵鸡汤，而是实用手册，每一章都有可以立刻做的练习，比如自我接纳日记、有效沟通话术，甚至还有冲突解决剧本。给你的3个小任务，看完就能用。1. 评论区打卡，写出你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，比如我想对自己说，你慢热不是缺点，是你的专属温柔。2. 点赞收藏，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最想珍惜的朋友，告诉他我想跟你做一辈子的朋友。3. 关注我，我每周都会分享人直接用在生活里的心理学技巧，比如如何让别人主动找你聊天，如何拒绝不想做的事，我们一起变成既懂自己又有朋友的人。最后，想跟你分享书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，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朋友不是陪你走完全程的人，而是在某一段路里能跟你一起看星星的人，而你自己是这场旅行中最久的陪伴。愿你能找到陪你看星星的人，也能成为自己的好朋友。我是书海时光，我们下次见。